欢迎来到宇宙闺蜜，我是大宝，我是凤凰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在这个频道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灵性探索的旅程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以及身心灵知识。同时我们也有会员频道，欢迎加入我们，可以看每个月的会员直播以及更多惊喜的影片。我们今天要来聊的算是应凤凰要求，想要我多聊一点我的心路历程关于这个方面。因为我们刚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个体，它是一个就是比较谨慎，频宽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收，然后我是一个频宽很宽的人，所以常常被凌扰，所以他以前都会说你的自由意志在哪？所以我们两个因为一起合作之后互相影响，我开始学习收，他好像开始学习开，可是在这个开的过程，其实我很想知道他做了什么。去年大宝去了学士达之后，某一天他突然就愿意接除了芬多奇以外的能量意识体，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？像你有分享过你的那个从很开到慢慢收束，其实是放掉了鸡婆嘛，然后学会去信任，所以才会觉得不要管那么多事情，然后慢慢的去先照顾自己。那我确实就是跟你很相反，我是先照顾自己，然后我没有办法那么开，也是因为没有办法去信任我未知的看不见的灵性世界。对，所以以往我如果可以去接不是芬多奇的能量意识体的话，通常都是有其他的权威性的老师在我面前带领，我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。例如说接玉皇四殿下啊，或者是像是冰岛的精灵啊，还有甚至接过财神爷啊什么，但是都是因为有一个比我更资深的通灵老师，他在我的面前，然后他去带领我，像是一种意识许可吧。我才能够去相信，我确实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接到这样的频率，不然我不太相信我自己是有能力去做的。或者是说，在那个状况下，假设我现在要接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精灵，然后我就讲了一些话，然后那个人还可以帮忙我感觉说，这是不是真的是精灵的频率？好像可以多一个人帮忙验证，所以还是真伪的问题。对，我觉得当时我会蛮在意这件事情的。那我习惯是真的，就是芬多奇对我来说，它确实是我头脑以外的一个存在。然后在雪士达的时候，因为又经历了就是很剧烈的能量的感受啊，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办法睡觉啊，然后觉得那能量穿过身体啊，然后太多以科学来说无法解释的超现实的体验。所以我才能够去接受说 OK 好，我确实是有能力在自己的状况下去接触跟传递不同的频宽。所以从雪士达回来以后，我就又在练习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好，那如果我的频宽可以更开的话，我有没有可能在接芬多奇的同时，我自己的频宽也是存在的。例如说，我可以张开眼睛，假装没有在接讯，但是其实我就是在传讯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讲出来的话，有一些是来自于直觉灵感，甚至有时候是来自于指导灵，可是都 mix 在我的话语当中，把我跟他们的频率是融合在一起，像一碗汤一起端出来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情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又遇到了版主嘛，那版主一直就是说，他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，而且我甚至不是只是融合芬多奇嘛，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接收器去做很多很多不同的 source、不同的能量来源的一个传递者。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练习跟信任。对我来说，我头脑还是很硬的，我不可能在没有练习成功的经验之下就能够一直去信任，而是逐步的一直去练习。所以我也会很鼓励，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想要去打开自己的频宽，然后开始可以去接，不管你认为是神明啊、指导灵啊、高我啊、灵魂的声音啊、阿卡西啊都可以，但是最大的一个关键，成功的关键就是你要不停的练习。然后藉由这样的练习，让你的头脑也可以去信任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这一次你就觉得我接到的是这个讯息来源，我接到的是这个讯息来源？你是怎么样去肯定这件事情？我觉得真伪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事了。虽然早期在刚开始开频道的时候，我跟春花妈对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还在聊，就是真的假的这样子。但是我后来就发现，其实真的假的没有人可以验证。没有人，所有的通灵的讯息，它一定要经由一个传讯人来给予嘛。那如果就算他不是传讯人，他是牌卡或者是拔杯抽签好了，或者一个阵，那也要一个解读人啊。所以不管再怎么样，都一定是透过这个解读人的主观去解读这一件事情。所以所谓的真正的客观并不存在。
它可能只是多数人的主观都在这里，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共同认为是对的事情。那或者说它只有很少人的主观同意，所以它变成了你的偏见。因为大家不是这样想的。对，所谓的真伪好像并没有真的存在，就很像那些高龄说的全部都是假的啦。但我搏斗我就流血就是真的啊，我妈妈走了她就是真的啊，我失败了也是真的啊，我失恋很伤心也是真的啊。对我来说，每个情绪、每个感受、每个经历都是真的。可是高龄说，从他的视角看，这个都是一场梦。所谓的真跟假，好像也只是多数人、少数人的想法以外。再来就是真跟假，其实就是一个从什么观点来看是真，从什么观点来看是假。所以我后来真伪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议题了。对，我也不在乎你觉得它是真或是假了。对。我觉得验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像前6、7年刚进入身心灵的时候那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验证它没有办法在当下知道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，就是真的好像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的话，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他当初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，以及他是不是就是要故意说错，所以让你在那个错的状态下去学会一个对的经历。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，你这样讲是不对的，或者你这样讲是假还不准啊。他有时候是刻意不准，然后让你后面才能够去学到一件事情。你如果真的要验证，你要用一辈子去验证，你不是用1天、1年。我就觉得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做的每一步有没有打开自己，其实就是我有没有更完整的去允许自己去体验这个是当下。如果我在我那个当下，我觉得我其实是可以接收到讯息的，但是我限制了我自己，那很可惜。我会一直把我可以连上的这个经验一直延迟到后面才体验。就从这个角度以后，我才会慢慢觉得好，没关系，那不然就试一下，就试一下，就试一下，不管当下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。对，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累积了以后，就发现其实也没有真的不好的结果，其实也没有。其实有很多人会私讯或留言，很担心说他接到的是真的，还是只是他头脑所想的。所以我就会希望透过你的这个分享，告诉大家，其实重点是你在那个当下，你接受到这个讯息或你有这个感应的时候，你的感受、你的直觉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已经跳脱了真伪。另外也还会有粉丝会来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做了一个梦，或者是说他的人生遇到了一个境遇，然后他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指引，告诉他哪一个才是对的。我们没有办法。如果是我现在的话，我会发现回头去看，其实我只能在那个当下真的好好的去感受什么东西是适合我的，并没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。好比有人会问说，我修行的方法我应该要选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， 请大宝可不可以，或是分多期或是什么高龄可不可以给我，不管这个是工作还是修行的方法，还是情人还是投资理财的方案，其实你就是去选最适合那个当下的你是哪一个选择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内在觉得感觉最对的，你不需要把这个做决定的那个权威再交出去。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很相信我们，那你应该也要很相信你自己，因为真的只有自己能够陪自己走这些所有的体验的过程，然后你的体感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悲伤、你的泪水、你的成就、你的往前跨一步，这些都是真的，这是只有你才能够体验的，这是高龄或者是再大的权威都无法代替你去体验的事情。但不论如何，就是会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，让你知道说，你不孤单，其实这些我们都经历过，只是每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两个就完全不一样。也欢迎就是你们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你们的历程啊，其实我们都会很谢谢你们的分享。但是如果你是希望我们告诉你怎么做，我们就会跟你说选一个觉得最适合你自己的就对了，不需要问我们。对，只有你的心当下会有一个真的很有感应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应，那你要做的优先练习就是怎么样跟你自己的内在更好的在一起，这才是一切抉择的前提。谢谢大宝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拜拜。